Yo, what's up？ 欢迎回来 Rider NTS， 我是阿豪 ATS。马来西亚最大的车展 Malaysia Auto Show 2024，身边这一台呢就是我们的 Chery Tiggo 7 Pro。这一台车呢，之前我们就做了这个试驾体验，错过的朋友不要忘记影片右上角的 link 可以过去看。那现在呢，我要带你们穿越去到那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啊，带大家去看 Chery International， 看一下 Chery 还有什么惊喜带给我们啊 ！Let's go！CEO Home， 这个 CEO 是什么意思呢 ？C 就是 Chery，E 就是 Exit，O 就是 Omoda，CEO。可是其实现在还有更多其他的一些子品牌了，好像 J-Cool、Jet-Tour， 反正它的这个产品线啊，就是非常的多，非常的丰富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来到这个位置啊，可以看到就是我身后有2排，哇！很多很够力 Chery 的新车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什么好料哦。来，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一台 Tiggo 9， 这一款 Tiggo 9呢是一个大型的 SUV 啊。这款 Tiggo 9呢是最近刚刚在中国这里发布的，会不会来到 Malaysia 呢？其实我是觉得很大机会会进来啦。然后它是比 Tiggo 8 Pro 还要来的更加大台，然后我们可以在车身侧面这样子看过去，看到它的尺寸啊，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一个 D segment SUV 了，很大一点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车门把手是这种内收式的车门把手。Interior 方面呢，它的颜色是有一点像 Omoda E5 的配色，有蓝色的，还有这些米黄色的这些撞色啊。打开它的后门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哎呦，这个 Interior非常的宽敞，而且它还有第3排位置啊，只不过这一台车的第3排已经被翻下去了啦。然后我们可以在它的第2排这个位置这边看到呢，它的这个椅子啊，这个设计是有做到一个延伸的，所以大腿支撑会比较好。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后方的冷气出风口啊，是有这个风速调节，还有这个通风椅功能啊 ，very good job。那时常有在看我影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，我对 SUV 是没有那么感冒啦，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 Sedan 车型。那在现场呢，一进来我看到的这一台 Sedan 车款呢，我个人就非常的喜欢。我身后这边这一台呢是一个 Exit 啊，也就是刚才跟你们讲到的 CEO 的 E 啊 ，Exit 的 Xlantix ES 这一款 ES 呢，它的整个车身啊真的是非常巨大，它是一个我觉得应该是比 D segment 还要来的更加大台一点点的 Sedan 车型哦。那这一台 Sedan 呢，我们可以在它的车头看到它是一个非常前卫的 design， 这个车头灯还有这个前脸设计啊，我个人非常的喜欢。如果是讲这一台车引进马来西亚的话，哇，不知道要卖多少钱啊！因为这个看过去就是非常的 grand 啊，很高级高档。然后当然它是一台电动车啦，所以我们不会在它的车头看到啊很多那个进气孔啊。这一台车的前面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都是比较封闭式的，这个地方看起来是可以打开的哦，所以还是有一个散热功能啊。然后在车头灯下方这边呢是没有 fog lamp 的啊，它是一个进气口啊。轮胎尺寸方面是245、50、R19 19寸的这个双色调撞色铝圈，用的是 GT Control P10 的轮胎。我们还可以看到在 fender 这个位置有一颗镜头，然后在 side mirror 下方也是有一个镜头，然后在门的旁边呢可以看到有一个假的散热孔，这是一个假的，没有动的。这个车门打不开啊，车门把手也是这种内收式的车门把手，最近都是比较流行这样子的设计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台车也是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天窗，这个天窗呢，还有它的这个车后面的玻璃啊，是直接这样子哇延伸下来的，所以感觉上啊，它的这个保险，这个天窗的保险会有一点贵啊。来到车尾部分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台车的车尾也是非常的帅气哦，尤其是它的这个尾灯啊，从左边贯穿到右边，而且它是一个 Albino 白化设计。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 bumper 下方呢是用上了这种亮黑色来做点缀，而不是那种烂大街的防刮材质啦。所以我觉得这种亮黑色看起来还是比较 grand 啊，比较高级高档一点点。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看到这2个东西呢，应该是一颗是镜头，一颗是雷达吧。然后这里有一颗按键是用来打开它的尾箱盖。可是这一台星途呢，也就是 Xlantix 的 ES， 来到车底的位置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当然没有排气管啊，因为它是一款全电车款。希望它可以赶快引进 Malaysia 啊，因
因为我们马来西亚目前的全电车款的 sedan 车型真的不多啊，非常期待这一台车有一天可以来到马来西亚啊。Interior 没有办法做拍摄，因为这个镜子有点反光，而且车门打不开。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还有什么其他的车款。当然 Exit 系列呢也是有这种 SUV 啊，这一台 SUV 真的很大台，有一点像我们马来西亚的 Prado 那样子的一个尺寸啊。这一款是 Exit VX 啊，整个车头灯的 design 也是很凶啊，看到吗？里面的这个4颗 projector 的 LED 灯啊，哇，看起来就是凶悍，很帅啊。然后在前面的这个有一些打横的线条啊，看起来也是很大气啊。这台车是可以打开它的这个车门的哦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interior， 尤其是这个 dashboard 啊，真的是有够惊艳啊！你们看这个 dashboard 整大片的，我相信应该就是荧幕了啦，超级无敌巨大。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上方呢是有一个绿色，这个有点像 British Racing Green 的那种绿色，跟刚刚那一台 Exit 的 ES 车身颜色很像。然后它有真正的车缝线，然后这个是整大片的软材质，下方的位置也是哦，这个米黄色的这个地方呢也是软材质的，然后有真实的车缝线，手感真的一流，非常的好，完全不输那些德系品牌的那种 material 的 feeling 啊。当然，刚刚我们看到的车款都是比较陌生的啊，我身后这边就有一台比较不陌生的了，就是我们的 Tiggo 8。这一款 Tiggo 8跟我们马来西亚的好像有一点点不一样啊，在车头的位置还有 Sport Rim 啊，都有一些小小的分别。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车顶有一个好像屋顶这样子的东西啊，是一个遮阳功能的嘞，好像是可以内收起来的，这个也是非常的赞啊。当然 Exit 车款我们还可以看到有这个 Exit 的 RX，这个是比较小台一点点的，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就很大台了。这个的尺寸感觉就是会比 Omoda 5再更大一点点，有一点像我们的 Proton X70的那一种尺寸啊。那相信认识我跟着我频道啊一路走来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我对 SUV 是没有那么热爱的啦，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 Sedan 车型 Hot Hatch 车型。可是现在在现场我看到有一台车我真的很喜欢，而且它挂上了一个 J-Cool 的牌子啊。 J-Cool 的这个车型啊，之前我们有拍过 J-Cool 的 J7嘛，对不对？ J-Cool 的 J7我个人已经是觉得很喜欢了。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 J-Cool 的 J6， 这一台 J-Cool 的 J6呢，我们在北京国际车展的时候就有看到，可是当时候它挂上的名字是一个 iCar，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里就变成 J-Cool 了啊，可能是国际版吧，国际版就是一个 J-Cool 的款式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整个车头灯的 design 比较前卫，然后又不失一些越野那种粗犷的风格啊。然后它的前面这个位置呢是没有动的，这个不是进气格栅来的，这个就是一个装饰罢了。然后这一台车呢，这样子在画面上面看，可能大家会觉得它是一个 Jimny 的 size 啊，但是其实它真实是比 Jimny 来的更加大台。它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点像我们的 Proton X70啊，会比 CR-V 小一点的感觉。可是这个位置为什么没有 fog lamp 啊？是不是以后可以挖开，然后放一个 fog lamp 啊？然后这里是 plastic 的防刮材质的 plastic， 还有一个比较粗犷的 wheel arch 啊，往外出来的。然后这个轮圈方面呢是灰色的轮圈，用的轮胎是朝阳的轮胎哦，225/60R18寸的铝圈。车门这个侧护板下方呢也是用这种防刮材质的设计哦，所以看起来就更加越野，更加粗犷。车门把手也是很帅哦，这种内收式的，我很喜欢呢，因为它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它是收起来的，所以看起来会更加的整齐平整。打开 interior，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iCar 的 logo， 这个就是一个 iCar 的 logo 啊。明明车头刚刚是 J-Cool 嘛，可是这里看到是 iCar， 然后这里它的这个框起来的位置哦，这个是一个好像玫瑰金，有点像 copper bronze 的那种颜色。Steering wheel 也是啊，整个 interior 的配色呢是用了一种墨绿色。好啊。这辆车呢是我来到现场啊唯一一辆啊，也是第一辆啦，可能会有其他。我坐进来它的 interior 的，因为我觉得这辆车真的合我的胃口，我很喜欢。还有一个天窗，看到吗 ？Very good job， 可以打开来，采光比较好。然后在这个前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巨大的荧幕啊，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金色的位置可以换一个颜色更好啦，看起来有一点点不是我的菜啊。不过里面的这个绿色的椅子这个就很特别。然后在下方这边呢，可以看到有这个无线手机的这个 pad， 然后这个望后镜的镜框是无框 ，steering wheel 呢比较简单，这个跟 Tesla 那个真的很像啊。当然这里没有看到那些冷气的实体操控界面的按键哦，你还是要去到它的里面这里做操控。可能有些人是不太喜欢啊，我是觉得如果你要开车，你又要去操作这个东西的话，就比较麻烦一点点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正前方有一个小小个的荧幕，它是比较长条形的。虽然讲它小小个啦，可是它的整个显示效果还是不错的。当然这个是一个全电车款了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电量表啊，这个
iCar 我觉得 very good 啦，我很喜欢整个 interior， 坐起来也感觉很不错。希望到时候如果引进Malaysia，价钱不要太贵，然后可以的话，这个 interior 的配色换一换。虽然这个绿色很美啦，但是以我们Malaysia人的这个接受度啊，我觉得还是深色、黑色，然后那些金色的框框通通不要啊，会换成一个亮黑色还是什么，会来的更加让人家那个接受度更高啊。OK，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 J7， 就是在马来西亚发布的 J7， 我们已经把它开上路试驾了。可是这是一台 PHEV 版本，插电混动的。如果是在 Malaysia 的呢，之前我们试驾的是 J7 的汽油版本。所以如果你们错过那一部影片的话，可以点击影片右上角过去看一下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J8 啊 ，J8 之前我们也是有做过拍摄，可是 Malaysia 版本的也是一个汽油版本。这里的是一个 PHEV 啊，也是插电混动的。当然还有 Malaysia 的 E5， 这个 E5 你们如果错过影片的话，可以点击影片右上角过去看了。我们已经把它开上路试驾了，我们也有去发布会看整台车，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。这辆就是我们的艾瑞泽 Arizo 8，这一款是一个 sedan 车型，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 sedan 车款啦。这一款车如果引进Malaysia就完蛋了啦，很多这种 C segment、D segment 甚至 B segment 的车可能都会被影响，因为据我所知，它的售价在这里啦，我们Malaysia只可以买到 B segment 的车型。可是这辆车我们这样从侧面看过去哦，感觉上啊，不知道是不是我错觉，它好像比 Civic 来的更加大台，这个感觉就是一个 Omoda 5的压扁拉长款了。你看到吗？整个尾灯跟 Omoda 5也是有一个相呼应的设计哦，从左边贯穿到右边，而且我还很喜欢它的这个鱼尾设计。之前有看过我讲 Omoda 5的影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我很喜欢这个设计，看起来很sharp、很凶、很帅。整台车的颜色呢，我们从侧面这样看，它是有一点点像 Nardo Grey 这样的颜色。来到车头部分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帅气的 LED 头灯，然后它的 bumper 看起来也不会很多线条，看起来很复杂啦。然后这是一个绿牌啊，绿牌就是 EV 车款，然后希望它会引进那个汽油版本。刚刚我们在外面其实是有看到汽油版本的这个 Arizo 8啊。讲到汽油版本，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一台汽油版本的，那这个应该是他们自己的工作人员的车啦。然后它这里写着一个 290T，290T 是不是很熟啊？跟那个 Omoda 5是不是很像？然后这一台车我们从侧面这样看啊，哇啦，真的很喜欢，尤其是它的前脸部分，我觉得比起电动版的 Arizo 啊，它来的更加帅气耶，看到吗？这个进气格栅虽然啊会有一点点那个 Omoda 5的既视感啦，尤其是它的这个中网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台车配上这个很多洞洞的中网啊，看起来就没有那么密集恐惧症了，看起来是来的更加帅气啊，尤其是这个分段式的头灯啊，它是一个头灯，可是它分成好像2层这样，上一层下一层，再加上它的这个 wing 啊，中间这个前面的沙龙上面的这个 wing 呢，好像一个弓箭的那个弓一样，从左贯穿到右，非常的帅气。这台车希望真的可以赶快引进Malaysia 的这个 sedan 车啊，已经被 Honda Civic 一家独大了。如果是这台车引进Malaysia 的话，我相信整个市场就会很好玩了啦。今天现场这里的车真的非常的多，刚刚这样一路走下来呢，其实也有 miss 掉几台车款啦。那么如果你们要看到更多的话，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 小铃铛要跟它嘟下去。今天大概就先讲到这里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，Goodbye。